我是赵康，欢迎你来到 TVBS 赵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张志豪议员、陈志涵主任、尹乃菁小姐、叶庆元律师、叶元之委员、徐巧芯委员、李明显议员。哇，这个加沙那边化成火海啊，多惨啊！以色列展开地面进攻，先是炸完以后呢，地面就进去了部队哈。那说加沙的20层最高楼，它最高就20层楼，你看变成这样子，哦，一下子呢6秒钟就消失了，就下来了哈。里面有没有人？哦，有多少人啊？那以色列说要把加沙化为火海，哦，把你变成地狱啊。然后呢，展开地面进攻，城里面有2/3的居民还没有走啊，这居民怎么办？哦，不过以色列每次讲，你们先从北部往南部迁，南部也都离开啊。那另外呢，以色列国防部长说，除非哈马斯弃械投降，否则加沙将被我们摧毁。哦。地面部队进去就麻烦了，哦，就开始攻击哈。那另外呢，好几万的巴勒斯坦人逃离，何止几万了啊，几十万了啊。那卢比欧美国的国务卿讲话了，支持消灭哈马斯。哦，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几千个哈马斯在里面，所以呢，我们为了消灭哈马斯，我们必须要进攻加沙。那另外呢，40万人逃亡，哦，所以我讲嘛，哪是几万人啊？所以以色列让这个40万人逃亡，因为加沙在燃烧。那联合国第一次裁定说以色列犯下种族灭绝罪，欧盟严拟对以色列实施制裁。哦，那尼坦雅胡说我要反击你们，哦，说中国跟卡达谋划孤立以色列，哦，你们这个想把以色列孤立起来哈。那另外呢，以色列超过半数的国会议员联署，哦，带了联署书。拜会赖总统啊，那说呢，他们挺台湾参与国际啊，参与国际社会啊。那另外呢，赖清德接见以色列国会的友台小组，希望以色列跟台湾在半导体资通讯方面能够合作。我们看一下。2声，以色列飞弹击中加萨盖法里塔楼，让这座16层楼高加萨走廊最高大楼瞬间崩塌，巨大灰色尘烟直窜天际，就连附近的建筑也被吞噬在一片灰白之中。事前接获消息的巴勒斯坦人紧急撤离，有人急得从窗户往下丢家当，想要在有限的时间内留下大部分财物。Israel's ground operation into Gaza City is imminent and could begin as soon as Monday, an Israeli official tells CNN.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周一在耶路撒冷会见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之后，以色列加大了对加萨的攻击，誓言要彻底消灭哈马斯，而这明显获得了美国的支持。Hamas can no longer continue to exist as an armed element that threatens the peace and security not just of Israel but of the world. And that the people of Gaza deserve a better future, one that cannot begin until Hamas is eliminated. 就在纳坦雅胡与卢比欧展开会面之际，以色列上周空袭卡达首都杜哈，试图狙杀哈马斯领袖，也激起了中东国家的愤怒。This is an aggression that we will not accept. This is an aggression that we will actively work towards making sure that it is deterred and doesn't happen again. 阿拉伯与伊斯兰国家紧急召开峰会，讨论成立阿拉伯北约，更呼吁国际终止对以色列的双重标准。那巧芯怎么看？一个战争开始之后，它收尾就要很难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以色列对哈马斯那这样子的一个攻击，那实际上面呢，它对于这个住在加萨的人呢，那你说，很多人他听到消息提前离开，可问题是他的家当都在里面啊。那他可能这一生当中，他可能住在这里的所有东西，基本上就是都会被摧毁嘛。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讲说要尽量的保持和平？那保持和平，它并不是说我是畏战，或者我是拒战，而是因为希望能够不要有这个冲突，让人民有更好的生活环境。那显然在中东地区来讲的话，那以色列这个跟中东地区的冲突，那是越来越往上
升一个层次。那再加上有美国的支持的话，那以色列他当然就对哈马斯的这个进攻，那他就更有底气嘛，因为以色列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那当然我们也会思考，就是回到两岸关系来讲的话，如果有一天两岸关系它变成是类似的这个情况，然后呢也是在背后它是有美国明确支持的，那中华民国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主导性。那毕竟这个我们整个亚洲的这个文化习俗，大家的对军事或和平的看法跟中东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异。所以呢，我希望，因为为什么今天要特别讲这个，是因为民进党的秘书长徐国勇，或许我们等一下会谈到，他直接就在这个直播当中说中华民国不存在，然后讲的好像我们全部人都是日本人。好，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就是说当赖清德政府他开始去改变中华民国的论述，那把台湾光复节也拿掉了，然后呢，直接的某种程度去重击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那这个时候当然就会更勾起两岸之间可能的战争。就连林飞帆自己都说了，这么多年来，两岸之间最危险的时刻可能就是现在。那我姑且先不论他是不是在吓大家，但是实际上你可以看到，民进党直接告诉你没有台湾光复节，这是在直接的去修改了我们大家对于历史的事实跟论述。那用这种方法，它是不是就有可能在未来产生战争？这是我们大家都担忧的事情。好吧，赖清德接见以色列的这个国会议员，我们看一下。曾多次率团来台湾的以色列国会友台小组主席杜博斯基16号在率团访台，周一下午到总统府拜会赖总统。台湾和以色列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都身处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深刻理解国家安全不能够只靠军事力量，更要结合科技以及创新能量，提升国家的整体韧性。杜博斯基也带上了7月由72名以色列跨党派议员所首度联署共同声明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的联署书。不过，针对我国接待以色列议员在台声援巴勒斯坦的人有意见。学者则指出，以色列空袭卡达后，美国和以色列关系微妙，面临国际社会持续谴责以色列。近年与以色列走进了台湾，何去何从？台以交流固然乐见，但红线恐怕也得兼顾。岳律师。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让人很痛心的啦，哈，因为以色列其实长期的非法占有巴勒斯坦的领土，好，那你其实在这个地方是没有主权的，你非法的占领，不管是约旦河西岸或是加萨走廊，那加萨走廊当然啦，它好像看起来是有自己的政府，但它周围被以色列封锁。那2023年10月的确是哈马斯挑起了对以色列的战争，这是哈马斯的责任，这没有问题。以色列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不管是人质或者直接被攻击的死亡是1987人，不到2000人。但以色列的反击到现在已经造成，不管加萨走廊或是约旦河西岸，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地方哈，已经造成了7.2万人的死亡。所以以色列的反击是完全不成比例的。那其实之前新闻也很清楚嘛，美国跟这个以色列政府现在想要造成的是一个无人化，或者重新这个把人通通赶出去以后啊，把加萨走廊拿来变成一个度假胜地或等等，就是你要排除在地的巴勒斯坦人的一个计划，那这个当然会有种族灭绝的问题。为什么？以色列现在的攻击方法是我们看到记者会被杀害，我们看到医院会被轰炸，我们看到难民他去拿食物的时候会被以色列的军队扫射。然后幼童在医院里面也好，或者在家里面呢得不到足够的粮食，那这个就是战争的代价。好，那以色列的这个做法，坦白说，因为只要美国在后面撑腰，没有人能够拿他怎么样。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当然以色列我们觉得是友邦，可是友邦第一个他也没有承认我们中华民国的存在，第二个。那这些当你的友邦做得太过分的时候，难道不需要说话吗？好，我觉得不能够一面倒的去支持。那另外也要提的是说，纳坦雅胡他为什么一直不去暂停这个战争？其实以色列里面的民调显示，大部分的人是希望终止战争，然后希望把还在哈马斯手上的人质取回哈，这个释放，然后这样的话是比较符合他们的需求。那但是纳坦雅胡拒绝，为什么？他其实目前受到了贪污跟诈欺的刑事追诉，在2024年的时候也出过庭哦。那只要战争一旦结束，他就要面临刑事追诉，所以对他自己而言，最好是战争不断打下去。这不是以色列人要的战争，这是纳坦雅胡自己要的战争。赖清德先囊又非常的可耻，在这个联合国呢，首度完成这个独立调查，
认定这个以色列对加萨地区的这样的行径就是种族灭绝的时候，你在总统府高调的接见以色列的这个国会议员，然后呢接受他们献给你的什么72位以色列国会议员联署什么支持台湾什么参与这个国际，这个联署1文钱不值，而且染满了鲜血。赖清德非常的糟糕，我觉得在这个时刻呢，身为中华民国国民，我觉得非常的可耻。以色列他对于加萨地区所实施的这种人道危机的惨剧，我们政府不但一句话都没有说，我们驻以色列的代表还跟以色列呢签署了相关的什么要度假岛屯垦区的这样的计划。你是美国的狗吗？美国今天呢完全没有这种什么人道各种那样子什么战争，或者是说种族灭绝的这样子的一个道德的底线，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在这种情形之下，美国已经在中东地区遭遇到他的同盟的这些的国家无比的这个质疑，这些国家都已经开始移美了，美国还是要这样继续挺。以色列呢，他对于加萨地区的这个报复，他对于哈马斯的报复，没有办法得到国际间的这个认同，然后今天呢还有颜面这样子去指责中国，指责这个卡达。以色列在2次大战期间的时候，当这个纳粹呢施加在犹太人身上的这样子的一个非常不人道的一个对待，这是值得所有的人类都要记得这样的一段的历史的。可是当以色列今天呢，你们在这个地区可以独立建国的时候，你们为什么漠视巴勒斯坦人？他们依然也有他们独立建国的渴望。世界上面对于以色列的这种报偿，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终止？以色列什么时候能够以一个真正的一个人道的观点，平等的看待其他的希望能够独立建国的这些人的渴望呢？纳坦雅胡太恶劣了，你就是为了你一个人的这个权利犯下了如此重大的罪行，而我们中华民国总统的赖清德如此的可耻。以色列今天他们的国会议员呈上的这样子的一个联署书，有任何的意义吗？一点意义都没有。以色列有任何的一次在不管是联合国大会也好，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场合也好，有帮中华民国提案吗？有帮这个中华民国讲过一句话吗？有说过一句话说他们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说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认为今天呢，台湾呢有资格作为一个拥有主权独立的国家，在国际间享有独立空间，有吗？没有嘛，非常非常非常的可耻。休息一下再回来。黄岩岛，中国大陆中国的船跟菲律宾船呢还在那边冲突菲律宾船去碰撞大陆的船，所以呢冲突再起。那另外呢，这个大陆用高压水炮来轰破菲律宾的船的驾驶舱的玻璃，所以呢菲律宾的船的船员受伤，举了白旗。那大陆的海警指控菲律宾3014号船危险冲撞，所以你要冲撞我，所以呢，他要依法管制黄岩岛菲律宾的船，找到一个理由来管制他啊。那菲律宾说是谎言，我没有刻意要去撞你啊。卢比欧力挺菲律宾，说中国涉黄岩岛保护区破坏区域的稳定，所以呢，美国跟菲律宾在一起啊。那路透社呢，这个整理为什么会有争议，比如说到底黄岩岛在什么地方，它为什么重要啊？然后呢，因为它不仅是渔产丰富的渔场，它的西湖呢更是渔船躲避风暴的天然避风港，所以它的这个位置对北京极具意义。扼守南海中央，临近每年超过3兆美元
贸易额的重要航道哦，所以这个地理位置重要。然后呢，到底谁实质在控制？哦，那中国实际控制到现在。那另外呢，国际法怎么说？哦，那国际法曾经呢做出裁决，没有判定主权归属，但指出黄岩岛是中国、菲律宾、越南等多国的传统渔场，但是中国一概不予承认。那中国有什么盘算？美国如何表态？中国就设了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以以生态保护为名，然后把它的控制合法化。我们是要保护生态啊。那这个国际是说呢，这是破坏协定啊，破坏稳定啊，而且美国呢是跟菲律宾站在一起，然后美菲有一个共同防御条约啊，所以呢，如果打了菲律宾，美国会出来啊，会出兵啊。那川普跟习近平在这个9月19要热线通话，那会讨论什么问题？一般判断台湾问题、稀土问题、TikTok 的问题都会端上桌。哦，因为他们在马德里先举行了一个会议，说 TikTok 呢会卖给美国，因为美国说你不卖我就禁，哦，说会卖。那到底它这个框架协议内容将来会怎么样，也是大家关切的一个重点哈。那另外呢，说川习会进入最后的安排，外国媒体说川普会访问北京跟上海，中方可能因此买500架波音飞机哦。波音的问题是大家都买，现在各国都被要求买，但是呢，它做得很慢。哦，那个交货啊什么，而且第一个是安全问题，有时候会出事；第二个是交货问题哦，所以呢，目前看起来虽然大家订单一直猛下，但是交货没有那么快哈。那另外呢，中方要准备大排场、大订单迎接川普，为什么？因为川普喜欢嘛。哦，我说普丁去不得了，副总理去接啊，哦，而且哇，那个排场很大，那我去呢，哦，总要胜过俄罗斯吧，哦。那学者是说，如果川普说出支持中国和平统一，会是川普跟习近平的大突破，但是会不会讲，不知道川普会想什么。我们先看看黄岩岛。大陆官方公布画面，菲律宾水资源船只就这样直接往大陆海警船撞上去，也不管自己的船应声比对方小好几号，大陆海警船也以高压水枪回击。菲律宾方也公布了画面，水柱之强击碎了驾驶舱玻璃，也冲坏了菲律宾船只外的冷气室外机，船舱内一片狼藉，更一度发出警报声响，现场气氛相当紧张。菲律宾3016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5舰，你在我舰首进行大角度转向，对我装备、人员安全造成威胁。事发在16号南海黄岩岛海域，中菲两方再度起冲突。大陆海警表示，菲律宾组织10多艘公务船故意靠近中方海警船，不顾劝阻警告，才会用水炮喷射回击。更公布了一段菲律宾船员被水炮喷到受不了，举白旗画面。中方依法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无可非议。两方之所以在南海再度发生碰撞，外界解读就是因为大陆10号宣布在黄岩岛设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隔不到1周，双方就再度剑拔弩张。对此，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声明，菲律宾公务船目的是要替渔民输送补给，被中国海警船追击，时间大约半小时，造成1名船员被玻璃割伤。菲律宾海事委员会也回呛大陆海警局的说明不是事实，是以假讯息来对外宣传。这个南海的问题最近当然会比较激烈一点啊，就主要是因为那个中国大陆说要在黄岩岛设那个国家级的保护区嘛，那他这一招蛮聪明的嘛，他就是直接设保护区，一方面说用保护生态为名，但实际上是一种主权宣示。那菲律宾当然不接受啦，菲律宾前2天还有发射那什么长钉飞弹哦，然后就表示抗议，但是其实也没有什么用。那菲律宾说有美国背后在支持，但美国其实也就只能跟菲律宾或者其他国家做那个联合巡航，所以这个地方在那个南海上面，大家还是靠拳头啦。那看起来就是中国大陆就是拳头大一点嘛，所以我觉得会有点小冲突啦，但是应该是不至于会有什么大的战争，应该还好，就是会一直出现类似的状况。那川习会，我比较关心的就是说，那人家现在是不是关税要告一个段落了？因为如果中国大陆会释放出要去买波音飞机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代表说他们其实在用这个东西在换取关税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反
在台湾这边，我忽然想到，那时候我们的政府告诉我们说，我们签的是20%加 N， 但是请大家不用担心，我们这叫暂时性关税。但是暂时我发现也暂时好久了哦，应该暂时好几个月。那这个暂时到底要暂时多久？是要暂时1年吗？还是2年？还是3年？还是实际上就是20啦加 N 啦？但不好意思讲，因为我们跟日本、韩国比，就是差人家1截。日本、韩国就是15%，而且不用加 N。我们是20%，还要再加 N。那同样都是出口国家，我们已经矮人1截了。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已经在遭受关税的后遗症了。譬如说无薪假最新的消息是7000多个人了，1000多个人了。9月1号就上一期，9月1号快接近5000人，然后9月15号就是2个礼拜已经接近7000人，增加2000多人。那这个速度一定是越来越快。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一定是有一些中小企业，特别是以制造业或者金属业为主的，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呢？现在关税到底怎样？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的话，那怎么办？对不对？会不会更糟？还有汽车到底现在大家要买还是不要买？所以不知道啊。那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到底谈怎样？你看中国大陆会有川习会，然后其他国家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出来，包括像南韩现在有一种声音啊，因为南韩也一直被要求说要花大钱去买美国去投资，那南韩说那干脆我不要投资，我关税让你涨啊，这也是一种讨论啊。可台湾就是完全静悄悄，完全就不晓得到底是怎么样，所以看看其他国家都有进展，而我们国家完全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政府现在到底在干嘛。那尤律师，法律问题怎样？没有，就是我们刚刚都讲黄岩岛其实是对岸的翻译法啦。那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在1947年，民国36年施行宪法，然后在当年的10月就已经审定了这个礁岩的名称，应该要叫做民主礁。好，那但是我们台湾的媒体现在都习惯称它为黄岩岛。那我觉得其实比较大的问题是我们政府好像每次一有南海主权争议的时候就消失，好像都在看戏，大家都好像忘了我们中华民国也主张我们拥有南海的主权，我们在太平岛还有驻军，我们在东沙群岛还有驻军，好像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大家更妙，好像觉得巴不得菲律宾好像才是正义的一方，巴不得菲律宾战胜。问题是，如果菲律宾赢了，我们对于相关的岛屿的主权居所或者相关的经济开发权利也就都丧失了。所以我觉得像民进党政府外交部啊，对于这件事情一言不发，我觉得其实就是标准的上权入国，完全没有顾虑到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家利益。确实哦，我觉得我们这几条国际新闻把它综合的来看，事实上，我觉得台湾呢现在在国际上头的声音听起来看起来是越来越模糊，对我们的主权的定论看起来也是越来越模糊哦。这个恐怕可以一以贯之的，从我们今天的一整集的节目来说都是如此。首先，我们先来看到这个黄岩岛的现在这个南海的这些冲突，就像叶律师说的，台湾的角色好像不见了。那事实上呢，其实从我们的宪法上来看，它就是南海诸岛的一部分，理应在这个部分台湾应该有角色。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台湾最近的这段时间，不管今年、去年，对于这些相关的争议是一片悄然无声。更进一步来看，其实你看到中国它的战略、它的措施，其实它是变得更加弹性。它从呢把它划定为核心跟实验区，然后禁止外部的捕捞、观光等等的这些作业，然后换上一张对于国际还有对生态友善的面孔之后，仿佛给了它一些比较好的底气，然后呢用一些生态保护去做一些包装。接着它就从暂时的占有，然后变成了从法律战当中升级，未来可能一步一步的奠定了它在黄岩岛或者我们说民主礁的主权。可是到底台湾的角色在哪里？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我们的民进党政府对于这样子的议题有一个明确的发声。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哦，当这个中国一直在守护他们疆土的时候，台湾竟然一再的退缩，说我们的台湾的地位是未定论。哦，不管是我们的固有主权也好，或者是台湾的国际的地位也好，都一再的模糊掉。那再来，我们又看到这个以色列的问题，就像刚刚乃金姐说的，这样子一个灭绝种族的恶行。那当今天这些以色列的国会有台小组到台湾来的时候，他表面上端给你一个支持民主台湾这样子72人联署的这样子的，好像是一个给你一个礼物。但在这样子的国际资讯交换的时候，我们跟人家交流的是什么？赖总统竟然说我们要跟以色列来互动交流的是国防新兴科技。我们就想要问一下赖总统，请问你的人权立国呢？请问民进党过去不是都是用人权立国来当做你们高举的主张吗？难道现在我们要跟以色列学的是什么？是怎么样有效的去轰炸医院，有效的轰炸学校，或者是难民营，又或者是用 AI 有效的去辨认出这些记者，然后再予以屠杀？更可怕的是去切断
这些难民营的水源还有粮食，难道这是我们要跟以色列交流的吗？为什么不趁着这个机会，具体的告诉大家，民进党是人权立国？所以刚刚乃金姐说的 shame on you 真的是非常好。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到底台湾的地位是不是变得越来越模糊？在你民进党的执政之下，我们人民到底何去何从？这个是大家的一个大问号。休息一下再回来。